英国首相特拉斯遭遇了信任危机，英国人民为什么对这位口号政治家这么不忠诚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近来呢，英国爆发了一些示威游行，包括伦敦曼彻斯特等等50个城镇的民众上街抗议示威了。那示威的原因非常简单淳朴，就是嫌市场上的商品太贵，通货膨胀严重。到了10月16日，英国新首相特拉斯呢还看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坏消息是，英国保守党已经有3名议员公开要求英国这位新首相特拉斯辞职。好消息是，超过100名保守党议员对特拉斯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态度，他们没有要求首相辞职，而是准备向下议院提交对特拉斯的不信任函。显然比那前3位给面子多了。如果不信任案真的得以通过，特拉斯这位47岁还幻想成为撒切尔夫人的小丫头，就有可能要离开他所热爱但是没有什么前途的新职业了。特拉斯上任之后这么快就被广泛的质疑，也是因为他的政治举措玩的有点砸锅。他9月6号宣誓就职，发誓要拯救英国经济，方法是什么？是减税和改革。其实，在竞选保守党领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说过了，说反对明年把企业所得税从19%增长到25%。他要求继续保持在19%这个水平，结果上任之后还要减税了。他这么做是因为 G20 国家去年提出了一个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协议，那么包括中国在内，全球132个国家都已经参与了，制定了全球企业最低税率15%嘛。特拉斯也想保持同步，估计也是怕国内企业税太高，很多企业呢就往外跑。所以上个月23日，英国政府公布了一个激进的减税方案，包括取消提高公司税收计划，同时还要削减房地产税、印花税。另外呢，国民保险也削减了。此外，英国政府还希望在国内搞好多个低税区的特区，用这种方法刺激经济、刺激企业发展。想法貌似很好，但是英国可没资格这么玩啊！因为减税意味着政府的钱就少了，还要增加能源补贴，还要应对美元加息，那没钱怎么干活呢？只能发国债，但国债也要偿还呢。偿还国债的时候，不还是要加税吗？政府没钱，很多事儿是干不成的，那怎么可能拯救英国经济？所以大家一看，这位新首相跟霍格沃兹魔法学校那个女校长一个水平啊，手艺有点潮。结果呢，政策一出台，马上翻车了，导致执政党就是保守党支持率降低到了22%，保守党就打算甩包袱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，特拉斯马上改变立场，开始增加企业税了，就像他当年曾经公开宣布反对君主制，后来向女王效忠那样。而且呢，他也会甩包袱，把新任财政大臣给解职了。财政大臣被解职前一天还说没事儿，自己会长期任职，第2天就被特拉斯背后捅了一刀。不过这么一来，其他大臣恐怕要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特拉斯的下一个替罪羊。特拉斯从政以来给人的印象就是政治变色龙，喜欢喊意识形态口号，喜欢搞政治正确，从这个山头的秘书跳到那个山头当助理，就是看哪个山头能给他更好的政治前途就往哪边靠。但是你让他干好一项具体工作，貌似他就没有自己干成过。说白了，就是一个靠钻营爬上去的笔杆子。其实，如果他聪明一些，应该在这个位置上学习，多听听各行业专业意见，用对人也行。但是他对同僚的态度也是不端正。这么一个志大才疏、能吹不能干的英国首相，我们怎么能不期待他继续留在现在的位置上呢？这种人要去当美国总统、日本首相，那就更理想了。这就应了过去一个梗：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美观？当然是在别人的脸上。